我保证你在学中文的时候，绝对有为了声调而头痛过吧？中文有4个声调，还有一个轻声。每次你学到一个新的词汇，通常都会先去注意它是第几声，然后试着照着那个声调念出来。这个方法在没有音档可以听的时候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式。但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大脑更快、更自然地记住这个词的发音，这就不是最有效的方法了。一个更好的方式是模仿母语者的声音。这里的模仿不是去思考、分析对方说了什么词、用了什么声调，而是直接照着对方的声音念出来。因为当你开始想，这个词我学过，它是第3声的时候，你很可能会开始根据你记得的声调来念，而不是根据你听到的声音来念，就会让你的发音比较僵硬不自然。今天我们要做的练习是不要想声调，也不要想那个词的意思，什么都不要想，你就像唱歌一样，用耳朵听，然后用嘴巴跟着念。你要像录音机一样，直接复制内容，而不是像翻译机一样去理解内容。这种练习发音的方法叫做影子跟读法。你要边听边跟着重复，像影子一样紧紧跟着我的声音。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提升中文的发音、语调、语感，也会让你的流畅度变得更好。我这里有一篇主题是炎热的夏天的短文，我会把它分成3段。你每重复完我一段，我就会解释这段的发音重点，然后我们再接着到下一个段落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夏天真的很热，有时候一走出门就觉得像进了烤箱一样，马上开始流汗。白天的气温常常超过30几度，太阳很大，路上的地面都热得发烫。这种天气，很多人都不想出门，只想待在冷气房里，喝杯冰饮料，或是吃个冰淇淋。因为中文每一个字的长度都是一样的，都只有一个音节，所以你在念一个句子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念出来，我们会不知道你的重点是在哪里，或你想要表达的情绪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在说一个句子的时候，常常会透过声音的高低，或者是延长一个字的声音，甚至是加重一个字的发音，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我们平常不会只说夏天真的很热这样子，我们通常会说夏天真的很热，或者是夏天真的很热。你可以加重你想要表达的那个词汇真的，或者是延长它的声音真的，来加强你的语气。有时候一走出门就觉得像进了烤箱一样。在中文，我们如果丢出了一个情况或者是东西，然后我们接着想要解释这个情况或东西是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声音的语调常常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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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比如说，一走出门就觉得像进了烤箱一样，或者是接下来的白天的气温常常超过30几度。我们想说的东西是白天的气温，所以我们先丢出来白天的气温，然后解释白天的气温怎么样啊？白天的气温
等，白天的气温常常超过30几度。喝杯饮料或是吃个冰淇淋，如果我们同时提出几个东西，我们在讲这个句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声音通常不会断掉。比如说，我们不会说 A B C， 我们会说 A B 还有 C 这样子。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我们说喝杯饮料或是吃个冰淇淋，因为它都是在举例子嘛，都是在讲夏天会做的事情，可以是这个或是那个。好，下一段继续重复我的声音。天气这么热的时候，像西瓜、饮料、冰棒这些东西就变得超受欢迎。饮料店的外面常常有人在排队，大家都想买点凉的东西降温。有些人会去游泳，或是去山上、海边透透气，找个比较凉快的地方放松一下。天气这么热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跟刚刚的夏天真的很热一样，你想强调这件事情，所以你可以加重你的语气。天气这么热，或者你可以延长你的声音，变成天气这么热。后面的超受欢迎也是一样，你把你的超拉得越长，那这些东西就越受欢迎。如果你说超受欢迎，我们可能觉得好，可能非常受欢迎。可是如果你说超受欢迎，我们觉得哇，它可能真的超级受欢迎。接下来的大家都想买点凉的东西降温也是一样，你把你的都延长，就会让我们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想要，大家都想要这样子，而不是OK，大家都想要，好，比较没有那么强调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的西瓜、饮料、冰棒也是一样，因为你是在讲出来一个东西，然后另外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的声音会连在一起。后面有一句话也是一样，有些人会去游泳，或是去山上、海边透透气。他举出3个例子，当然这句话很长，所以你不一定需要完全不断气，但是你在说后半段，在举例山上或海边的时候，最好还是把它们粘在一起。我们比较不会说，或是去山上、海边透透气这样子。饮料店的外面常常有人在排队，这跟我们刚刚说的，你先提出一个情况或东西，然后你要解释它是怎么样的一样。你会先说这个情况，然后说它是怎么样。饮料店的外面常常有人在排队，这样子。好，最后一段。虽然夏天有时候热得让人不想动，但也有它的好处。天气通常很好，天空很蓝，晚上还可以跟朋友出去走走，吃点小吃，看看风景。如果记得防晒，多喝水，夏天也可以过得不错。现在你应该知道我会说什么了吧？吃点小吃，看看风景。你再提出几个例子，所以声音不能断，或者是下面的防晒，多喝水。我们不会说如果记得防晒，多喝水，这样子感觉是2个不同的句子，不行，它们是同一个句子。我们要说如果记得防晒，多喝水，这样子。
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跟你自己念的感觉不太一样？一个让你的头脑更熟悉这些发音的方法，是你重复做这个练习几次，你最后甚至可以把这个影片的播放速度调快一点，看看你能不能跟上那样子的说话速度。你喜欢今天影片的主题吗？请在底下的留言告诉我。我是 Wendy，我们下次见。